2022年3月27日，洛杉矶杜比剧院，星光璀璨。威尔·史密斯 Will Smith 正襟危坐，他几乎触碰到了人生的最高光时刻。从业30余年，从说唱歌手到好莱坞一线巨星，他主演的电影全球总票房超过90亿美元，手握多项格莱美奖。今晚他更是凭借在《国王理查德》中的卓越表现，成为奥斯卡最佳男主角的最大热门。他的人生就像一部精心编排的励志电影，只剩下最后一场戏，登台捧起小金人，在全世界的注视下，为自己辉煌的履历完美加冕。然而，命运的剧本往往在最意想不到的地方埋下了一个残酷的转折。当晚的颁奖嘉宾，喜剧演员克里斯·洛克 Chris Rock 在台上讲了一个段子，调侃了威尔·史密斯妻子贾达·平克特·史密斯的光头造型。贾达因患有自身免疫性疾病而脱发，这句玩笑无疑是在他的伤口上撒盐。镜头捕捉到贾达脸上闪过一丝无奈的白眼，而他身旁的威尔·史密斯起初还跟着人群礼貌性地微笑着，但仅仅几秒钟后，一些更原始、更猛烈的东西冲破了他几十年来精心维持的好好先生的面具。他站起身，大步流星地走上舞台，在全世界超过1500万直播观众的目瞪口呆中，用尽全力给了克里斯·洛克一记响亮的耳光。啪的一声，清脆刺耳，整个剧院陷入死寂，时间仿佛凝固了。那一刻，被打懵的不仅是洛克，还有全世界。走下台的史密斯余怒未消，对着台上咆哮：“别用你的臭嘴提我老婆的名字！”几分钟后，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，他如愿以偿地获得了奥斯卡影帝。他手捧小金人，泪流满面，发表了一段混乱而冗长的获奖感言。他谈论爱，谈论保护家人，他想为自己的失控辩解，却显得那么苍白无力。那一夜，他赢得了小金人，却输掉了全世界。那一记耳光，像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核弹，引爆了连锁反应。他被学院除名，未来10年禁止参加奥斯卡。他主演的电影项目被暂停或取消。他苦心经营了几十年的完美形象，一夜之间崩塌，从万人敬仰的始皇，变成了被群嘲和抵制的巴掌哥。他用30年的努力，爬到了金字塔的顶端，却只用了1秒钟的失控，将自己推下了万丈深渊。这件事过去很久，我依然时常想起那个夜晚。我看到的不是一个简单的明星八卦，而是一个深刻到令人不寒而栗的人生隐喻。我们总以为决定一个人命运的是他的才华、努力、机遇和财富，但威尔·史密斯用他那价值连城的一巴掌告诉我们，错了，全错了。决定一个人命运走向的终极力量，是一种看不见、摸不着，却无时无刻不在支配着我们的东西。我称之为情绪价值。它是一个人内心的隐形货币。你的学识、财富、人脉，都是这个货币账户里的资产，但情绪的稳定与否，才是这个账户的汇率。汇率崩盘，你账上纵有亿万资产，也会瞬间变成一堆废纸。威尔·史密斯在那一刻就经历了一场彻底的情绪破产，他所有的成就、声望和未来，都在那1秒钟的汇率崩盘中被清算了。这让我想起一句流传很广的话：从小听了很多大道理，可依旧过不好这一生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学到的大多是如何做事，是如何赚钱，如何成功，却很少有人教我们如何做人，如何安放自己的内心。
如何管理那头时而温顺、时而狂暴的情绪野兽。而那些真正能让我们过好这一生的智慧，往往就藏在一些看似上不了台面的歪理之中。它们像一面面哈哈镜，虽然扭曲，却照见了人性的真实。今天，我想与你分享10句这样的人生歪理，它们是我在生活的摸爬滚打中，用真金白银的代价换来的。第一句歪理：人活着，脸皮就要厚点。这也不好意思，那也不好意思，那你怎么好意思活着？听起来很糙，对吧？但它指向的是情绪价值的第一块基石，自我肯定。脸皮薄的人，本质上是把自我价值的定价权交给了别人，别人的一个眼神、一句话，就能让他的情绪货币瞬间贬值。我认识一个做设计的年轻人，非常有才华，但就是脸皮太薄。在公司里，他遇到技术难题，宁愿自己熬夜死磕，也不好意思开口问旁边的资深同事，生怕别人觉得他笨。结果，一个本可以1小时解决的问题，他搞了2天，不仅耽误了项目进度，还把自己折磨得筋疲力尽。周末，朋友一个电话喊他去聚会，他明明累得只想躺在床上一动不动，却因为不好意思拒绝，只能拖着灌了铅的双腿去赴约。在 KTV 里，他看着别人声嘶力竭地吼着，自己却哈欠连天，心里想的都是早点回家。一场本该放松的社交，对他而言，成了一场耗尽心力的苦役。他活得太体面了，体面到委屈了自己所有的真实感受。他的不好意思，像一个无形的牢笼，囚禁了他的潜力和自由。后来我告诉他，你看那些在职场上混得风生水起的人，哪个不是厚脸皮？他们敢于在会议上提出看似愚蠢的问题，敢于为自己的团队争取利益，也敢于拒绝不合理的要求。他们不是没有自尊，而是他们的自尊建立在解决问题和达成目标之上，而不是别人廉价的看法之上。人生没有那么多不好意思，机遇稍纵即逝，你碍于脸面不敢争取，它就永远与你无缘。幸福也是如此，你羞于表达真实需求，就只能在别人的期待里活成一个面目模糊的影子。脸皮厚一点，不是让你变得蛮不讲理，而是让你拥有钝感力，对外界的噪音和评判多一分迟钝，对自己内心的声音和目标多一分坚定。当你能坦然地说出这个问题我不会，请教一下，当你能微笑着拒绝这个周末我想自己待着，谢谢你的邀请，你才真正开始为自己而活。这份厚脸皮恰恰是一个人最高级的体面。第2句歪理：人没吃饱，只有一个烦恼；人吃饱了，就有无数烦恼。这句俏皮话揭示了情绪价值的第2个秘密：欲望管理。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告诉我们，当生理需求得到满足后，更高层次的需求就会浮现，这本是人类进步的动力。但失控的欲望却是情绪黑洞的开始。我有个朋友，前些年靠着风口赚了第1桶金，大概几百万。那时候他的烦恼很简单，怎么让公司活下去。他每天吃着盒饭，挤着地铁，眼里却闪着光。后来公司上市了，他身家过亿，搬进了市中心的大平层，开上了豪车。按理说他该快乐了吧，恰恰相反，他的烦恼呈几何级数增长。他开始焦虑财富的保值增值，每天盯着大盘的涨跌，心情像坐过山车。他开始担心孩子的教育，怕他们被金钱腐蚀，变得不思进取。他开始怀疑身边的人，分不清谁是真心朋友，谁是冲着他的钱来的。他甚至开始失眠，
需要靠药物才能入睡。有一次我们喝酒，他醉醺醺地对我说：“你知道吗？我现在最怀念的是当年那个吃着盒饭一无所有的我。那时候我的世界很小，但很踏实。现在我的世界变大了，心却空了。古人说，人心不足蛇吞象。烦恼的根源不在于你拥有多少，而在于你还想要多少。得到了这个，就想要那个，永不满足，永不快乐。就像一个在沙漠里追逐海市蜃楼的旅人，最终只会被活活渴死。真正聪明的人，懂得给自己的欲望划定边界。他们不是没有欲望，而是懂得区分我想要的和我需要的。他们努力工作，是为了生活的安稳和自由，而不是为了满足永无止境的虚荣。他们深知，世间好物何其多，但属于你的终究有限。与其在无尽的追逐中耗尽心力，不如停下来，看看自己已经拥有的健康的身体、和睦的家庭、三五知己。这些看似平凡的东西，恰恰是幸福的基石。当你学会对泛滥的欲望说不，你的内心才会获得真正的安宁。这份知足，是守护你情绪货币不被通货膨胀稀释的最好方法。第3句歪理：不懂出题人意图的，永远拿不到高分；不懂客户需求的，永远签不成大单；不懂伴侣情绪的，累死累活都留不住一段好的关系。这句话的核心是情绪价值在人际关系中的体现，共情力。我们常常把关系破裂归咎于性格不合、三观不同，但很多时候，压垮关系的最后一根稻草是日积月累的不被理解。我见过太多这样的例子：妻子加班回家，疲惫地抱怨了一句：“今天快累死了。”丈夫立刻化身人生导师：“我早就跟你说了，你们那个工作没前途，赶紧辞职吧。”他以为自己在提供解决方案，实际上却是在对方的情绪伤口上又插了一刀。妻子想要的可能只是一个拥抱，一句辛苦了，一份简单的理解和安慰，而丈夫给出的却是冰冷的道理和评判。这就是典型的缺乏共情力。他们听到了对方说的话，却没有听懂对方话语背后的情绪。他们活在自己的世界里，用自己的逻辑去解读一切，结果就是你越努力，对方离你越远。共情力是人际交往中最高级的情商，它不是让你去讨好谁，而是让你拥有切换视角的能力。在开口之前，先问问自己，如果我是他，我现在是什么感受？我真正需要的是什么？拥有共情力的人，像春风化雨，润物无声。他们能敏锐地捕捉到你紧蹙的眉头，能听懂你欲言又止的叹息。和他们相处，你不需要伪装，不必逞强，因为你知道，他们懂你。这种懂，是比任何昂贵礼物都珍贵的馈赠。它能修复关系的裂痕，能化解无谓的争吵，能让两个独立的灵魂产生深度的共鸣和连接。所以，别再抱怨别人做无理取闹了，试着放下你的道理，去感受一下对方的情绪。当你真正拥有了共情力，你会发现，这个世界会用你从未想象过的善意来回报你。第4句歪理：一定要保持笑容，不然这些年的牙都白刷了。这句玩笑话背后藏着一个深刻的心理学原理：情绪的主动选择权。生活是一面镜子，你对他哭，他就对你哭；你对他笑，他就对你笑。很多人以为情绪是被动的，是外界刺激的直接反应，但事实上，在刺激和反应之间，存在一个宝贵的空间。这个空间里，存放着我们选择如何回应的自由。
以笑容走红网络的罗森爷爷，他的故事就是最好的证明。他的笑容灿烂纯粹，能瞬间治愈人心，但很少有人知道这笑容背后藏着怎样的痛楚。大学毕业后，他事业不顺，被电视台辞退。几乎在同一时间，他最心爱的二儿子突患重病，不幸离世，中年丧子，事业崩塌，任何一项都足以将一个普通人击垮。在最黑暗的日子里，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，不见天日。直到有一天，他看到镜子里自己那张愁苦的脸，突然问了自己一个问题：难道我就要这样过完下半生吗？他想起了儿子生前最喜欢看的笑，于是他开始逼着自己笑，对着镜子笑，走路的时候笑，甚至在想哭的时候也咧开嘴笑。慢慢的，他发现，当他做出笑这个动作时，他的内心也真的开始照进一丝阳光。他开始创作，把自己的悲伤和感悟写成书，画成画。他在伤心书里写道：一星陨落，暗淡不了星空灿烂；一花凋零，荒芜不了整个春天。罗森爷爷的选择不是否认痛苦，而是在痛苦之上开出了一朵花。他用主动的笑对抗了被动的苦悟，最终活成了一道光。人生苦乐参半，没有谁能一帆风顺。哭是一天，笑也是一天，那个选择权始终在你手里。当你感到难过、沮丧时，试着去控制你的身体，挺直你的脊梁，深呼吸，然后咧开嘴，给自己一个大大的微笑。这个简单的动作，就是在向你的大脑，向这个世界宣告：我才是我情绪的主人。第5句歪理：铁杵能磨成针，但木杵只能磨成牙签。材料不对，再努力也没用。这句话说的是情绪价值在人生选择上的智慧。赛道定律：我们从小被教育努力就能成功，但现实是星号选择比努力重要10000倍。星号把力气用在错的地方，就像在盐碱地里种庄稼，再怎么辛勤耕耘也换不来丰收。前段时间张朝阳的一段话刷屏了，他说：年轻人不要过度努力，因为机遇和选择很多时候大于个人努力，不如面对现实，认真研究适合自己的机会到底在哪。这话很刺耳，但很真实。就像一只乌龟，它在陆地上再怎么努力，也永远跑不过兔子。但如果比赛的场地换到水里，兔子连活下去都困难。很多人的痛苦就来源于赛道错配，他们可能是一条天生的鱼，却在陆地上和兔子比速度；他们可能是一只擅长攀爬的猴子，却在水里和鸭子比游泳。他们的情绪货币就在这种日复一日的挫败感中被消耗殆尽。成功的秘诀不是弥补短板，而是将你的长板发挥到极致。做任何重大决定之前，先做一次自我盘点，问问自己：我的天赋是什么？我做什么事情不费力就能比别人做得好？我的热情在哪里？我做什么事情会让我忘记时间，充满喜悦？市场的需求是什么？我的天赋和热情能否解决别人的某个痛点，并以此换取价值？这3个问题的交集就是你的黄金赛道。一旦找准了赛道，就请深耕下去。方向对了，你的每一分努力都会在情绪账户里累积成正向的资产、成就感、自信心和掌控感。这条路才会越走越顺，越走越宽。第6句歪理：你把别人想得太复杂，是因为你也不简单。这句话触及了情绪价值的内省层面，投射效应。
心理学上有一个投射效应，指的是人们常常把自己内心的想法、态度、欲望不自觉地投射到别人身上，认为别人也和自己一样。你觉得办公室里充满了勾心斗角，可能因为你内心就预设了竞争和防备。你觉得伴侣总是话里有话，可能因为你自己就习惯了拐弯抹角。你觉得这个世界充满了恶意，可能因为你的心里就缺少一份善意和坦诚。他人是我们内心世界的一面镜子。我年轻的时候也曾一度觉得周围的人都很复杂，我觉得领导的每一个眼神都意味深长，同事的每一次聚餐都有小团体的嫌疑。我活得像个侦探，每天都在揣摩别人的微表情和潜台词，身心俱疲。后来一位前辈点醒我，他说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也许别人根本没你想的那么多，他们可能只是累了，或者家里有事，或者就是单纯的在发呆，是你自己的内心戏太多了。我开始尝试用一种更简单的方式去看待世界。领导脸色不好，我就想，他可能只是没睡好。同事没叫我一起吃饭，我就想，他们可能只是想聊一些我没兴趣的话题。当我不再把自己的内心戏投射到别人身上时，我发现世界真的变简单了，人际关系变得轻松，我的情绪内耗也大大降低。物随心转，境由心生。你用什么样的滤镜看世界，世界就呈现给你什么样的颜色。一个内心简单、澄澈的人，看到的是山川湖海，是鸟语花香；而一个内心复杂、充满算计的人，看到的却是陷阱、阴谋和无尽的迷宫。所以，当你觉得别人复杂时，不妨先停下来，看看自己的内心，是不是你把事情想复杂了？是不是你的情绪账户被太多不必要的猜忌和妄念透支了？修行的最高境界是修得一颗简单的心，心简单了，万事万物都会变得简单。第7句歪理，远离那些未不熟的人，因为雷劈他的时候会连累到你。这句话虽然刻薄，但却道出了保护情绪价值的一条铁律，设立边界，远离消耗你的人。人性最大的恶是不懂感恩。你对一个未不熟的人好，他不会感激，只会觉得理所当然。你的付出对他而言不是恩情，而是他应得的福利。一旦你停止付出，你就会立刻从好人变成仇人。作家莫言的故事就是一个血淋淋的例子。在他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，他和老家的一个表弟关系很好，没少接济和帮助他。他以为这份亲情牢不可破，可当他获奖的消息传来，这个表弟非但没有为他高兴，反而心态失衡了。他四处对人说，莫言得奖算什么，就是运气好。他小时候还偷看我洗澡呢。他甚至跑到莫言家里，要求莫言给他买房买车，理由是，你现在是大作家了，有钱了，帮我一下不是应该的吗？不然别人会说你忘本。莫言没有答应他无理的要求，于是这个表弟就开始了长达数年的抹黑和造谣，把莫言描绘成一个忘恩负义、为富不仁的小人。人情薄如纸，人心狠如狼。你永远无法用善良去填满一颗贪婪而不懂感恩的心。你的善良必须带点锋芒，不要高估你和任何人的关系，也不要低估人性的幽暗。对那些不断索取、从不付出的人，对那些把你的善良当成软弱来践踏的人，你唯一正确的做法就是把他们请出你的生命。这不是冷酷，而是对自己负责。你的时间、精力和情感都是有限的、宝贵的情绪货币，把它浪费在不值得的人身上，
是对自己生命的最大亵渎。及时止损，是成年人最顶级的智慧。你的善良很贵，请留给那些同样善良、懂得珍惜的人。第8句歪理：闯红灯的后果，要么比别人快1分钟，要么比别人快1辈子。这句话用一个极端的比喻，点明了情绪价值积累的关键要素——延迟满足。我们生活在一个追求快的时代，快餐、短视频、即时通讯，一切都要求立刻得到反馈。这种即时满足的文化，正在摧毁我们一种最宝贵的能力——耐心。人生是一场漫长的马拉松，拼的不是起跑时的爆发力，而是贯穿全程的耐力。那些总想走捷径，总想立刻看到结果的人，往往跑不远。韩国插画师李彦征曾有一段时间陷入了创作瓶颈，他为了赶在截止日期前出版画集，把自己的时间安排得密不透风，每天只睡4-5个小时。他像一台高速运转的机器，不给自己任何喘息的机会。结果呢，他越是焦急，越是画不出满意的作品，灵感枯竭，身体也频频亮起红灯。他变得暴躁易怒，甚至开始怀疑自己的才华。后来，在医生的建议下，他不得不停下来。他不再去想截止日期，而是每天去公园散步，观察花草树木，和路边的流浪猫玩耍。他重新开始享受画画本身带来的乐趣，而不是把它当成一个必须完成的任务。奇迹发生了，当他不再追赶结果时，灵感却如泉水般涌来。几个月后，他不仅顺利出版了画集，还意外地大获成功，举办了个人画展。他在书里写道：我曾经以为，只要跑得够快，就能抓住我想要的一切。后来才发现，当我慢下来，全世界都为我让路。慢慢来，反而比较快。这世上所有真正有价值的东西，都需要时间的沉淀。昙花一现，需要等待整个白昼；蝉鸣一下，需要蛰伏好几个四季。别再为暂时的落后而焦虑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花期，有的人春天开花，有的人秋天结果。你要做的，不是去追赶别人，而是按照自己的节奏，深耕脚下的土地，沉得住气，耐得下心，在别人看不到的地方，默默积蓄力量。时间会给你最丰厚的回报。第9句歪理：当你经历了生老病死，才会知道自己以前半夜的忧伤根本不值一提。这句话是关于情绪价值的终极视角，生命尺度。有人问，有哪些人生道理越早知道越好？一个高赞回答是，除了生老病死，人生里真正重要的事其实没有几件。我们之所以常常陷入焦虑、抑郁、痛苦，是因为我们把太多鸡毛蒜皮的小事当成了天大的事。被领导批评了几句，就觉得职业生涯完蛋了；和伴侣吵了一架，就觉得感情走到了尽头；投资亏了一点钱，就觉得天要塌下来了。但在生命这个更大的尺度面前，这些所谓的大事，渺小的就像一粒尘埃。我的一位长辈曾经是个叱咤商界的女强人，她的人生信条是拼。为了一个项目，可以连续1个月每天只睡3小时。她以为自己是无敌的铁金刚，直到一张癌症诊断书，把她所有的高傲和坚持击得粉碎。躺在病床上，看着窗外人来人往，她第一次开始反思自己的人生。那些她曾经拼了命去争取的订单、头衔、荣誉，在活下去这个最基本的需求面前，显得那么可笑和不值一提。她后来对我说，你知道吗？在医院里，我才真正想明白，什么叫成功，不是你赚了多少钱，不是你有多大权力，
而是你还能自由地呼吸，还能吃下东西，还能在阳光下散步。以前我觉得这些都是理所当然，现在才知道，这才是最大的奢侈。身体是一，其他都是零。没有了健康这个一，你后面有多少个零，都没有任何意义。所以，别再用你宝贵的生命，去为那些不值得的小事内耗了。与其等到身体垮了才悔不当初，不如从现在开始，好好爱自己。没事早点睡，有空多运动，按时吃饭，定期体检，把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当成人生最重要的 KPI。 拥有一个健康的体魄，才是对自己最大的负责，对家人最好的爱。第10句歪理：别光顾着低头捡6便士，而错过了天上的月亮。这是我想送给你的最后一句歪理，它关乎情绪价值的格局、人生视野。毛姆的《月亮与6便士》里，6便士代表着世俗的、眼前的利益和欲望，而月亮则代表着远方的、精神的理想和追求。我们太多人都活成了那个低头捡6便士的人，我们被 KPI、房贷、车贷、孩子的成绩、琐碎的人际关系，这些眼前的6便士牢牢捆绑，以至于我们忘了头顶还有一片璀璨的星空。我们每天刷着短视频，看着别人光鲜亮丽的生活，内心充满焦虑和羡慕。我们参加各种饭局，说着言不由衷的话，交换着廉价的社交名片。我们拼命工作，只是为了换取更高的薪水，去购买那些我们并不真正需要的东西。我们活得很忙碌，却也很盲目。我们以为自己在奔赴更好的生活，实际上却可能在离真正的幸福越来越远。人生的悲剧不在于没有实现梦想，而在于你从未有过真正的梦想。我希望你在为生活奔波的同时，能偶尔抬起头，看看天上的月亮。这个月亮可以是一项你真正热爱的兴趣，可以是一段滋养你内心的亲密关系，可以是一个你想为之奋斗终身的理想，也可以是你内心深处那个最想成为的自己。它提醒你，生活不只有眼前的苟且，还有诗和远方。它让你在被现实压得喘不过气时，心中依然有一束光，有一个可以逃离和安放灵魂的去处。让我们再回到故事的开头，威尔·史密斯的那一记耳光。如今2年过去了，他尝试过道歉，尝试过付出，但那道裂痕依然清晰可见。他需要用余生的漫长时间，去慢慢修复那个因情绪破产而坍塌的世界。他的故事像一记警钟，时刻提醒着我们，一个人最大的成功，不是赚了多少钱，不是站上多高的位置，而是拥有掌控自己情绪的能力。这10句人生歪理，看似戏谑，甚至有些负能量，但它们就像疫苗，用微小的毒性激发你产生对抗人生更大病毒的抗体。愿你我都能读懂这些歪理背后的深意，用厚脸皮建立自我，不在意他人的眼光，用知足管理欲望，享受当下的安宁，用共情连接他人，建立深度关系，用微笑选择情绪，做自己生活的主人，用赛道规划人生，让努力事半功倍，用简单净化内心，轻松地看待世界，用边界保护自己，远离无谓的消耗，用耐心拥抱时间，静待花开，用生死观审视生活，抓住真正的重点，用月亮指引方向，不迷失于眼前的6便士。最终你会发现，当你守住了自己的情绪价值，你就守住了一切。你将不再被外界轻易动摇，不再被欲望轻易裹挟，不再被关系轻易伤害。你将活得从容、坚定、
且充满力量。那一刻，你才真正掌控了自己人生的航舵，能把日子过成你最向往的模样。